同学们，那就记得啦，下周见，拜拜。拜。林老师，哎，走啊，一起去吃饭。不吃了，要来拼申请研究经费的计划书了。嘿嘿，我今年不用努力哦。为什么？你不用申请吗？需要啊，可是因为我去年的计划书申请后没有拿到补助，所以我今年打算用去年的计划书再申请一次。可以这样哦，不用依据审查意见，再稍微修改一下吗？需要吗？说不定我今年不会这么倒霉，碰到一个挑剔的评审。既然有评语，那就稍微改一改，这样内容不是会丰富一些，计划书偷去胜算比较高啊。万一你遇到一样的评审怎么办啊？也是啦，去年他们就觉得我的研究计划太单薄，写了一大堆，希望我加强研究的设计。走了。这个我可能要再久一点。你就这个可以移过来这边。你们都在这里啊？没有啦，我们就看一些资料啊。干嘛又要吃饭了？没有啦，我来是想要请你给我点建议。我在想最近要提那个教学精进计划。我上次有去听计划证件说明会，听完我就放弃了。这种计划会很难申请吗？也不全是这个原因啦，但是因为申请要求改善教学方法，像是核心能力、BPL 教学法或是重整课程等，对我来说真是太难了，我真的是有听没有懂。所以隔行真的如隔山，要写出这些教学理论与名词，我真的就想放弃了。你也太容易放弃了吧？这种教学理论，我们上网找一找，抄一抄不就好了？我反而觉得教学理论要比研究计划来的简单多嘞。真的比较简单吗？真的文字抄一下就好了。陈老师，吴老师，上课。对啊，你真的出运喽！做的研究题目正好是最近很夯的议题。哦，还好啦。不过最近真的蛮多人找我的，问我要不要和他们一起申请不同部会的研究案。真好，一个研究题目就可以吃好久，真的太羡慕你了啦。不过其实我蛮苦恼的，因为如果我真的每一个机构都申请，我怕我每本计划书都长得一样。你想太多了吧？那些来找你合作的人也只问你有没有意愿申请，又没说你的计划书一定会通过，而且你的研究主轴就只有一个，怎么可能写出不一样的计划书？这样说也是啦。你就都投嘛，如果真的通过了，也是一种肯定啊。你如果真的心不安，顶多一个不要执行啊。这样真的好吗？有头有希望，相信我哦。我先去上课啊，拜拜。你有听说蔡老师的事情了吗？没有啊，发生什么事啊？那天我去系办拿东西的时候啊，刚好听到系主任在跟蔡老师讨论，说是科技部来案子，好像是蔡老师的研究计划书有太多重复性的地方。刚来2年的那个蔡老师，我看他这2年做研究都很认真，对系上业务也都非常愿意去做，上课带学生也非常用心哎。也是啦，有时候他研究到很晚，我跟他一起下班的时候，我们还会一起讨论说应该怎么提科技部的研究计划，也会互相分享有哪些议题是值得做的。我记得他好像同时申请科技部的2类研究计划，算是我们系上的未来之星哎。就是这2个计划出了问题，内容相似的地方太多，文字重复性太高，被发现了。怎么会这样子啊？
蔡老师，我能了解新晋助理教授想要争取研究经费的压力，但是你的2本计划书相似度太高了，评审委员一看就发现了。主任，我的确投了2个研究计划，当中用的研究方法跟理念都是一样的，研究构想也差不多，但我是投不同类型的，不见得都会上啊。那你有在计划书中说明，你同时投了2个一模一样的计划书，到2个不同的单位申请研究经费补助吗？真的需要说明吗？那不就曝光了？嗨，蔡老师，哇，咖啡好香哦，要来一杯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听说你新的年度计划书已经写得差不多嘞，不错哦。还好啦，没有很辛苦啦。我对这个新的议题已经做了一些初步成果，而且已经在9月的学会脑会上发表过了。所以你会把这个初步成果写进新的计划书去，这样代表这个题目是可行的。需要吗？我想说留着当做成果缴交。你是说你不打算把这个成果写进计划书去？可是这个已经公开发表过嘞。研讨会的论文不算是正式发表吧？审查者也不一定会发现啊。你可以在这个初步成果上继续往下做，这样计划书不是会越写越好吗？好像也是我看我还是交代清楚好了，拿到计划比较重要。没错。就是一直做不好啊。那我觉得这样不行。其实我一直不想一直退回他的东西，但是没差。听说你科技部的研究计划已经弄得差不多了。是怪好了，但你也知道，我每年都在做同一系列的研究啊。你本来就是以这项研究议题闻名的嘛，真佩服他，每年都这么坚持。不过每年都提类似的计划，只改一点点内容，写来写去，好像都在抄自己的计划书啊。大家不都嘛这样？谁不是把去年的计划书改一改就交出去了？哪有人每年都从头开始啊？可是文字都很像，感觉有点怪怪的。我也是这样做系列研究，文字是真的很难避免。可是我每年都会清楚交代跟前一年计划不同之处。哦，所以真的清楚说明就可以了。吴老师马上下来吃饭啊！终于把年底要申请的研究计划书写完了。哦，你手脚好快哦！我在想研究主题我这次的计划是去年研究的进阶研究，内容有用到一些刚毕业学生论文的文字还有结论，所以写起来比较快。这样应该没问题吧 ？OK 吧？系列研究应该都是这样写的吧？不过你的计划书有用到学生学位论文的资料，需要引用或致谢吗？可是这是我指导学生的论文还有资料，本来就是我的想法，我的经费，我改得死去活来，还有需要引用吗？审查委员会不会觉得引用学生论文太不专业了？那你呢？想好题目了吗？我目前计划上有2个学生正在写他们论文的 proposal， 有一个写得比较好，我应该就拿他写的 proposal 当做我明年的研究计划书。哦，所以你学生的论文题目，也就是你的计划书题目喽？对啊，题目本来就是我给他的啊。那学生会在计划执行之前做完实验毕业吗？应该会吧，这学生蛮不错的，很积极，
而且如果他先毕业，那我的计划还没开始前就已经有成果了，那就可以高枕无忧做下一个研究了。